大家好，欢迎观看本期视频，我是 Jen。你敢相信吗？就在我们还没察觉的时候，新加坡已经把它的航空野心深深扎进了越南最美的珍珠岛富国岛。樟宜机场管理投资公司，也就是大名鼎鼎的 CAI， 正式跟越南的巨头太阳集团签了战略协议。这可不是签个字、合个影那么简单，这标志着越南历史上第一个由国际顶级机构运营的机场目的地模式正式开启了。为什么要选富国岛？你可能觉得那只是个旅游胜地，但在新加坡眼里，那是全球增长最快的航空风口。国际航协早就点明了，越南是全球民航业的尖子生。新加坡这次出手，其实是在输出它最引以为傲的主权品牌樟宜标准。他们要把富国岛国际机场从一个冷冰冰的交通中转站，直接升级成一个集购物、娱乐，甚至尖端科技于一体的梦幻目的地。目标直指2027年在那里举办的 APEC 峰会。很多人会问，去越南管个机场，新加坡到底图什么？咱们打开天窗说亮话，这背后的经济账算得简直太精了。新加坡拿出的方案是典型的双重引擎模式，一边是稳如泰山的直接财务回报，另一边则是长期的资本增值。作为樟宜机场的全资子公司， CAI 玩的是智力出口。在项目刚开始的阶段，哪怕飞机还没落地多少，新加坡就已经通过设计咨询、系统集成这些高门槛的专业服务，把大笔的咨询费揣进了兜里。这种轻资产、高利润的模式，简直就是知识变现的典范。等机场进入全面运营，重头戏才真正开始。大家去过樟宜机场就知道，那里的免税店、餐厅简直比商场还诱人。在顶级机场，这种非航空收入往往能占到总利润的 60% 以上。CAI 现在就要在富国岛复制这一套，他们引入全球大牌，优化商业布局，只要旅客在那儿多留1分钟，多喝一杯咖啡，新加坡就能通过管理分成和特许权收益分到一杯羹。这还没完，富国岛机场飞机的租赁、保险、航油对冲，甚至是最后的离岸结算，很大比例依然要回到新加坡这个区域金融中心来处理。这就意味着富国岛机场越火，新加坡作为越南航空业后台办公室的地位就越稳固。你看，这哪是在帮别人修机场，这分明是在给自己的金融和服务业修一条通往财富的快速路。以前咱们觉得机场就是个坐飞机的地儿，人越少，过得越快越好。但新加坡不这么想，他们要把机场变成像星耀樟宜那样的旅游景点。你看那个由新加坡 CPG 设计的凤凰航站楼，它不仅能吞吐几千万人次，它本身就是个地标，是当地文化的展示窗。更厉害的是这种运营 DNA 的深度嵌入。CAI 派出的专家组是把一整套5星级的服务礼仪、安保标准，甚至紧急处理流程，像刻光盘一样刻进富国岛机场的日常运作里。这就导致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当全球游客降落在富国岛，他们感受到的那种丝滑、高效、宾至如归，其实跟在新加坡樟宜机场的感觉是一模一样的。这种品牌连连看，在无形中巩固了新加坡在国际民航界的统治地位。现在的富国岛机场不仅仅有漂亮的外壳，它的内核全是新加坡的黑科技，非接触式的生物识别、智能行李系统、绿色节能的控制塔。新加坡是在利用这个舞台，向全世界展示他们作为智慧航空领路人的形象。这已经不是简单的管理输出，而是在定义东南亚高端服务的金标准。以后越南人提到好机场，首先想到的就是这种新加坡式的体验。这种从基因层面的同化，才是新加坡品牌出海最高级的玩法。富国岛机场项目本质上是新加坡在东盟内部施加软实力的一次精准落子，最直接的机会就是2027年的 APEC 峰会。到时候全球21个经济体的领导人都得从这个机场进出，这可是全世界最挑剔的观众。CAI 在这个时候介入，不仅是为了确保万无一失，更是在做一个巨大的信誉广告。一旦这次峰会接待圆满成功，
新加坡就拿到了通往整个东南亚基础设施市场的超级通行证，而且这还是一场抢占先机的博弈。越南计划在2030年前开发28个机场，这简直是一块巨大的蛋糕。新加坡通过富国岛这个样板间，已经把自己立成了越南私人机场投资的首选伙伴。以后越南其他地方想修机场、想升级，第一个想到的肯定就是这种成熟的富国岛模式。更深层的一点是，这个项目完美契合了两国政府提倡的数字与绿色经济伙伴关系。通过引入智能管理系统和节能建筑方案，新加坡是在帮越南做基础设施的数字化转型。这不仅响应了全球减排的趋势，更把新加坡的绿色科技变成了两国外交合作的标杆。说到这儿，你可能以为这只是樟宜机场一家公司的功劳，那你就想简单了。这其实是一场典型的新加坡团队协同作战，是一场全产业链的集体出海。你看，领头羊是 CAI， 但紧随其后的是新加坡 CPG 咨询公司操刀建筑设计。因为标准是新加坡定的，所以后续的工程建设、材料选择，甚至是分包合同，都会自然而然地向符合新加坡标准的供应商倾斜。更精彩的是科技领域的精准切入。富国岛机场 T2 航站楼定位是全球领先的智能航站楼，这给新加坡那些搞生物识别、安防系统、自动化调度的科技公司提供了完美的实战演习场。那些精密工程企业、物流自动化公司都在这里找到了用武之地，甚至连零售品牌都跟着沾了光。在 CAI 构建的商业版图里，新加坡本地的餐饮、时尚品牌能优先进入。最绝的是，这种布局还反哺了新加坡自己的航空枢纽。富国岛的太阳富国航空把新加坡定为首批国际直飞航点，意味着新加坡不仅是游客来源，更是中转站。全球游客可以从伦敦、纽约飞到新加坡，再无缝衔接飞往富国岛。因为两边的机场都是新加坡标准，连行李直挂、生物识别都是通用的。这种单一旅游空间的体验，让樟宜机场的中转客流直接爆表。这哪是竞争啊，这简直是把自己家和别人家的机场连成了一个巨大的流量闭环。新加坡这波操作其实是在玩一场高阶的防御性布局。这标志着新加坡正在从资产拥有者向标准制定者转型，以后他们不卖劳力，卖的是算法，是标准，是樟宜这个无形资产的溢价。这种新加坡团队精神有领头羊带路，金融、科技、零售、建筑全产业链跟进的模式，已经向我们展示了什么是真正的高质量出海。富国岛不仅是越南的新名片，更是新加坡航空帝国版图向北延伸的关键节点。看完了新加坡在越南富国岛的这一番神操作，你是不是也被这种系统性的战略眼光给震撼到了？如果你是投资者，你会看好这种管理输出带来的长效收益吗？又或者，你觉得这种新加坡标准的全球克隆，未来会不会改变我们每个人的旅行方式？在评论区分享你的看法，我们一起聊聊这场关于蓝天的跨国大棋。欢迎点赞订阅，我是 Jen，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